大家好，我是在阿联做了11年物业管理的Miera。看这个背景就知道我又要出外景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边听边聊上次已经挖过坑的经济制裁俄罗斯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请先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2022年的2月24号，普丁在电视上发表了特别军事行动演说，那随即在当天，俄军正式入侵乌克兰。同一时间呢，杜拜的房地产开始飞速的发展，和前一年相比，22年交易量多了将近1兆新台币。我们台湾的2026年的军事预算也还没有到1兆新台币，而在当中呢，一起暴增的就是俄罗斯的买家。根据 EU Tax Observatory 2024年的报告，在短短2年间，2022年到2024年间，俄罗斯的买家就在杜拜的房地产投了63亿美金。这与入侵前2年相比呢，成屋的销售金额都成长了930%，而预售屋的销售金额成长率更是夸张，直接来到1500%。一跃成为杜拜最大的外国买家。而且不只是杜拜，土耳其啊、乔治亚、泰国都因为来自俄罗斯的买家，房市应声上涨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吊诡吗？明明是俄罗斯攻打乌克兰，怎么搞得好像是俄罗斯人在逃难似的，拼命把钱往外送？这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底俄罗斯人经历了什么？依照惯例，我今天也想要跟你们一起边吃边聊。不过利雅得真的没有俄罗斯的餐厅，我本来还想要吃那个大大的俄罗斯的水饺啊，结果这边也没有。不过还好我有找到一间俄罗斯咖啡厅，那就跟我一起去俄罗斯咖啡厅吧。Wow, this is so cute! 哇，我的咖啡来了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哇，还有我的蜂蜜蛋糕，有这个俄罗斯娃娃头巧克力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俄罗斯的甜点哦，还有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蛋糕，好可爱哦！俄罗斯娃娃头巧克力，怎么这么 cute 的？然后这个就是他推荐的俄罗斯的咖啡，或是冰的，还有奶油球，看起来也太棒了。其实我没有很常喝咖啡，可是我觉得喝起来很像焦糖玛奇朵。看这一坨奶油，其实味道真的很像焦糖玛奇朵，是奶油的味道不一样，比较更甜。我觉得这比一般的奶油再更浓郁，还有椰子的味道，很好吃，太好喝了。我今天主要内容呢，还是出自《经济制裁》这一本书哦。要讲俄罗斯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把时间推到2013年11月21号那一场在基辅爆发的广场革命。那个时候乌克兰陷入了破产边缘，当时乌克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本来是要跟欧盟借钱的，可是你也知道嘛，欧盟给的条件当然就是比较苛刻啊，然后又要求你什么支出要减少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当俄罗斯知道乌克兰要跟欧盟借钱之后呢，马上加码给乌克兰7倍，天然气打折卖你，而且呢又不用减少支出了。当然乌克兰的总统马上就倒戈，要接受俄罗斯的金援哦。可是对于很多的乌克兰人而言，他们就是不想要加入俄国的阵营，所以才会极力的想要向欧盟靠拢。那你现在跟俄国拿钱，不是整个就是走回头路吗？于是呢，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一宣布说，我们今天要接受俄罗斯的援助的时候，非常多亲欧派的乌克兰人直接上街头抗议，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广场革命。可是亚努科维奇本身呢，他就是比较亲俄派的。于是当他看到很多乌克兰人上街头抗议的时候，反而开始派警察去做大规模的镇压。于是呢，抗议变得越来越暴力。
隔年的2月呢，甚至爆发了流血镇压，这真的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。于是，在2月21号，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假借参加活动之名，直接就逃到了俄罗斯。同一时间呢，2月20号，俄罗斯正式宣布进攻乌克兰的克里米亚。过了1个礼拜，2月27号，马上在乌克兰克里米亚街头就看到一群穿着绿色制服的军人，他们没有佩戴任何国旗或任何标志哦，所以乍看之下你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些就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。他们迅速占领克里米亚议会，并且升起俄罗斯的国旗，还选出新的克里米亚区的领导人。之后呢，不到30天的时间，这些小绿人控制了克里米亚区的机场，并且还在武力控制之下完成了所谓克里米亚区的公投哦，宣布有95%到97%的克里米亚人都支持要加入俄国。很快的，普丁也和克里米亚区的领导人签订了克里米亚入俄协议，宣布2014年3月18日，克里米亚正式加入了俄罗斯。虽然这整件事情真的槽点太多了，而且完全就可以看到普丁自导自演的痕迹，可是不得不说，速度真的很快，30天内普丁就完成了收复克里米亚的大业。而这个时候，西方国家做了什么呢？什么都没做，除了嘴巴上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，你再怎么样我就要制裁你。可是除了动嘴皮之外，美国跟欧洲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你觉得普丁是被吓大的吗？他会怕你吗？我们来继续喝一口俄罗斯咖啡好了。想必普丁那时候也是这么的悠闲啊。可是说实在的啦，如果你今天你是美国或者欧洲的领导人，你也真的是急在心里，口难开。第一个，俄罗斯记得它是核武国家，它有核武美国怎么敢跟另外一个核武国家硬着干？第二个，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，非常多的美国企业把俄罗斯视为一个新的经济体，积极的进入开发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啊！所以你今天贸然制裁的话，真的就是会伤害到自己的经济。再来说说欧洲好了，欧洲更惨，欧洲1/3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来的，1/4的石油也是从俄罗斯来的。你这个是要怎么制裁得下去？再加上别忘了，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才刚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。然后欧洲2010年到2013年还有欧债危机，所以那时候全世界西方国家的经济其实非常的脆弱，他们真的很怕今天制裁俄罗斯，杀敌1000自损800，所以他们真的都是只敢在嘴上威胁，可是那把刀迟迟砍不下去。终于好不容易勉强在3月20号的时候，美国推出制裁普丁亲信的制裁方案，他们打的算盘是什么呢？好啦，我今天不要制裁俄罗斯的公司，可是我制裁普丁的亲朋好友好了。那这些人被制裁了之后，想必一定会跟普丁哭诉吧，我们好苦啊，我们都不能够去西方国家旅游，我们在西方国家的钱也被冻结了，拜托请你行好，不要再攻打乌克兰了好吗？可是你觉得普丁会理这一套吗？你的钱被制裁没关系，老子补给你，这个工程给你盖，这个合约给你做，根本不痛不痒。因为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的石油价格是非常高的，从2011年开始呢，石油的价格一直在超过每桶$100的水准，也就是说，普丁只要躺在那边，钱就自动流入俄罗斯的国库，而这也是为什么有底气攻打乌克兰的克里米亚。那这时候刚吃下克里米亚的普丁，看看西方的这些领袖，什么像样的制裁都端不上来。这时候他盯上的就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。那我们也来享用一下俄罗斯的蜂蜜蛋糕吧。哇，有看到吗？一层一层的，感觉超级美味。挺甜的，那皮是有点干干的，不像是我们在台湾吃的什么长崎蜂蜜蛋糕那种，蛋糕体本身比较粗一些。接下去就是
进攻乌克兰的顿巴斯。那和克里米亚的剧本一样，马上小绿人就进入到了乌克兰的顿巴斯，并且呢，很快的就将顿巴斯分裂成为两个国家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，然后宣布这两个国家从乌克兰独立。那时候普丁也把他的雄心壮志公诸于世，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新俄罗斯，一个涵盖乌克兰东部甚至一直到黑海这一带的新俄罗斯。题外话，这两个呢，从顿巴斯独立的小国，其实他们的立场有点尴尬，因为不像克里米亚，普丁马上就承认他们，并且把他们收纳到俄罗斯的联邦体制之下。这两个小国虽然被宣布说独立，但是普丁却一直没有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那西方国家也没有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这一个呢，也成为普丁在2022年再一次入侵乌克兰的借口。所以啊，普丁一共入侵了乌克兰2次，一次是在2014年，另外一次就是2022年的2月。那现在让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2014年的5月，也就是这两个小国被宣布独立之后，西方国家这时候做了什么吗？还是什么都没有。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制裁俄罗斯，可是欧盟一直在那边扯后腿，特别是德国的前首相梅克尔，更是一直不断的拉住奥巴马说不要制裁，不要制裁，我来跟普丁谈一谈。结果前脚刚谈好一个和平协议，后脚普丁马上就继续进攻。终于在7月16号的时候，美国受不了了，自己宣布要开始对俄罗斯展开资本制裁，禁止美国对下面这2间银行进行新股权融资或者是增加新债务，分别是2天然气工业银行、俄罗斯发展对外经济事务银行，也禁止美国人为下面2间能源公司做新债务的融资，分别是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以及诺瓦泰克，就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。那现在大家特别要记得，就是这个俄罗斯石油公司，它可以说是摧毁俄罗斯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。那我现在来吃下一个俄罗斯的甜点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资本制裁。哇，像是一种派，下面就是我们一般的蛋糕，可是上面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上面好甜哦，这是糖吗 ？What is this? This is sugar. I know this is the cake.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，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干脆就禁止大家跟俄罗斯买石油就好了？这就是美国煞费苦心的地方。因为第一个，你要欧洲不跟俄罗斯买石油天然气，那些欧洲人他们根本就不会鸟你。第二个呢，油价已经超过$100一桶，如果你这时候你又禁止俄罗斯的石油进到市场，你知道油价飙到$200一桶吗？整个西方的经济不衰退才怪。其实美国真的是很伤脑筋。这时候呢，美国财政部有一位官僚叫做 Dalit Singh， 他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，我不夺取你的石油，可是我夺取你开发石油必须要有的钱，来让俄罗斯的经济自己陷入一个负向的循环，自我毁灭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把这些俄罗斯的大企业想象是一个靠信用卡在过活的人，他们必须要借钱去做油田的开发，然后这笔钱会到期嘛，那他们就必须要再去借新的钱去还旧的债务。今天辛格的做法就是，那我把你的信用卡剪掉，让你无法再办新卡来借钱。那这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付不出旧卡的卡债。不要忘记哦，这些都是俄罗斯的大企业，这俄罗斯的顶梁柱。如果他们出事的话，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陷入危机。于是当这一些企业陷入资金周转危机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向普丁哭诉，要普丁来协助他们。而这些企业又是大到不能倒的企业，于是普丁他一定会动用俄罗斯的外汇去
救这一些企业，因为这些企业通常都是在美国借钱，普丁必须要把大量的俄罗斯卢布抛售，换成美元，而你只要大量抛售卢布，你就会使得自己本国的货币就是卢布大幅的贬值。当俄罗斯的卢布大幅贬值的时候，人民看到也会很心惊啊，于是人民也会开始大幅度的抛售卢布，变换成外币，进一步的加剧卢布的贬值，而这就是辛格所谓的负向循环。我只能说，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，高招。可是呢，你看，就算是这么高明的做法，欧盟各国却还是迟迟不肯加入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的行列，一直到在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隔天，件震惊欧洲的悲剧发生了，这才彻底改变了欧盟的态度。那就是在7月17号发生的马来西亚航空 MH17 的坠机事件。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民兵，他们用俄罗斯给他们的武器把这一架飞机射下来。他们当初以为是军机，但后来呢，射下来才发现居然是民机。他们大肆的搜刮罹难人员的钱财，并且阻止国际的救难人员还有调查小组进入。这一架飞机上面呢，2/3都是荷兰籍的旅客。荷兰整个绷不住了，在欧盟大骂将近1个小时，终于这件事情让欧盟醒悟，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制裁俄罗斯。Fun fact， 这件飞机事件最先居然还是普丁打电话给奥巴马跟他说的。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5个月之后，欧洲终于跟美国站在一起。来吃一口俄罗斯的巧克力好了。我觉得我今天血糖要爆表，就是很可爱呢，好像就是一般的黑巧克力，我吃不太出来有什么差别。不过包装是很可爱。精彩的部分要来了，辛格的计谋真的成功了，甚至呢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猛烈。一个没有预期的事件推了辛格的计划一把，那就是美国的页岩油商发明了新的页岩油的开采技术，美国瞬间成为非常大的石油出口国，而以沙烏地阿拉伯为首的 OPEC 却也不愿意降低产量。于是在石油产量暴增的情况之下，看到油价开始狂跌，从原本2014年年初还有超过$100一桶，到2014年12月，石油居然只要$62.34一桶，短短半年之内暴跌44.2%。要知道，高油价就是普丁能够攻打克里米亚的底气哦。那现在油价狂泻，普丁终于首次开始感受到了压力。除了普丁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焦头烂额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老板叶青。当时呢，叶青不仅要面对油价暴跌，他们原本呢跟埃克森美孚谈好的北海共同合资开采计划，也因为制裁告吹了，甚至呢也因为被制裁，还有$200亿的债务即将要到期。叶青这时候也只能够跟普丁求救。要知道，叶青在俄罗斯可是被称为是普丁的钱袋子呢。普丁怎么可能看如此重要的公司深陷苦海呢？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把另外一家没有受到制裁石油公司给抢过来。这家公司呢叫做巴什石油。本来其实叶青他是想要把巴什石油好好按照程序买下来的，可是巴什石油公司的老板为什么要卖你啊？它是一间私人企业，又不是国营企业。结果你不卖好吧，以私有化过程违法的名义把你抓起来，把你的公司变成是国家的，我再把你这个公司的股份以国家的名义转让给俄罗斯石油公司。于是这间巴什石油就变相的变成了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的公司了呢。这件事吓坏了一票外国投资人，就连本地的商人、富豪、企业家全部都吓傻。于是这件事情让整个市场开始惊慌，瞬间大批的富豪们开始醒悟，不得了，
钱留在俄罗斯不安全，他们快速的要把钱从俄罗斯运到海外去，开启了俄罗斯资本外逃的先锋。我们看到就是在2014年的9月开始，俄罗斯的卢布大幅的贬值，从年初33卢布兑1美元，到9月底的时候要40卢布兑1美元，短短9个月跌了20%。然后这时候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石油价格也一路狂泻，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俄罗斯的卢布狂跌，油价又狂跌，而俄罗斯又因为狂跌的卢布，导致他们必须要付出更大的成本，才能够向国外购买东西，以及偿还国外的债务。其中，俄罗斯石油公司它又多了500亿美元的债务要偿还，这对于狂跌的卢布而言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看看下面的图就知道了，真的是卢布跟油价都是一泻千里啊！无计可施的俄罗斯央行只好开启了暴力升息之路。11月5日，那时候俄罗斯的央行利率还在8%，一直到12月16号，也就是俄罗斯金融史上所谓的黑色星期二，俄罗斯央行一口气将卢布的利率调高到17%。结果呢，在这暴力升息之下，卢布非但没升，反而继续暴跌，卢布甚至一度跌到80卢布兑1美元。甚至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还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挤兑现象，1个礼拜之内，民众提领走了1.3兆卢布的现金，1年内卢布贬值了将近100%，并且也减少了1200亿美元的外汇。那个时候俄罗斯的民众宁可去买洗衣机，也不要把钱存在银行，洗衣机还比卢布保值。根据当时的记录呢，2014年一整年就将近有154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俄罗斯。那时候来看，绝对是史诗级。可是跟8年后的2022年相比，根本还是小巫见大巫。8年后，当普丁第2次入侵乌克兰的时候，这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学到教训了，他们迅速反应，直接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金，把俄罗斯踢出SWIFT 系统，然后并且呢，开启了一系列制裁。然而，俄罗斯民众也很有被制裁的经验了，他们马上立刻把所有的卢布赶快运到海外去。无论是有钱人、没钱人、中产小子，全民运动。光是2022年一整年的私人资本外移，从俄罗斯外移到海外，就将近有2300亿到2600亿左右非常的惊人。跟2014年相比，直接增加了60% 到70%。那杜拜这一波房地产的荣景呢，就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现在。回到2014年，这时候呢，虽然普丁有着心怀建立新俄罗斯的雄心壮志，可是面对这么大的经济压力，他也无计可施。虽然要他把克里米亚吐出来是不可能的，但起码西方国家让俄罗斯暂时停止继续进攻。虽然2014年的资本制裁看似非常成功，不过普丁这时候也已经摸透了这些西方国家的底细。这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不是害怕惹到大企业，就是害怕选举。普丁也开始展开他的绝地大反攻，先是以惊人的方式想要贿赂这些南欧国家，或者呢出兵叙利亚以攻打这个伊斯兰国的冠冕堂皇的名义，增加他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。要不然就是透过混合战，例如说假新闻或者是骇客入侵的方式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蕊在2016年败选，让这个看似比较亲俄的川普上台，只是不知道现在普丁有没有后悔就是了。甚至普丁最狠的一招呢，是让德国的首相梅克尔没有办法拒绝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提议，要新建所谓的北溪2号，直接从俄罗斯拉天然气的管线到德国。虽然德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制裁的内容，可是这件事情呢，直接惹毛了其他的欧洲国家。普丁彻底分化了西方世界的同盟，也降低了
对俄国的制裁力道，这让普丁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。而当石油价格从2020年开始有谷底反弹攀升之后，2022年8年之后，普丁再次进攻乌克兰。而这场战争呢，我们都知道到现在2026年都还在持续当中。读完这本书呢，真的是让我感触很多，觉得好像高油价是万恶之首。这一些独裁的国家，它基本上就是靠着高油价来支撑它的野心。那这时候，假如又碰巧遇上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领导人，他很容易就用这个高油价去做一些实现他的梦想。可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很灾难的事情哦。第二个想法就是，其实作者觉得经济制裁是一个能够避免国家发生热战，就是直接打起来的重要的工具，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。可是从我们现在来看，你看那时候美国制裁伊朗，感觉是成功的，可是2026年美伊战争不是还是开打了吗？所以我不知道到底经济制裁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，还是它其实只是延后了战争发生的时间。那在书中其实他还有花另外2个章节在讲美国如何制裁中国的。我觉得我看了也是心里很惊吓。虽然说实在的，阿联的房地产它也是靠高油价撑起来的，可是好像站在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，还是希望油价可以维持在$40一桶，好像这样才能够避免比较多的战争。不过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啦，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听你的想法，让我知道你觉得高油价是不是万恶之首，以及到底经济制裁有没有用，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。还有最后一块巧克力还没有吃，这个是 milk chocolate 牛奶巧克力，比刚刚黑巧克力的确看起来有牛奶那样子。里面还有脆脆的，这个比黑巧克力有特色，咬下去之后哔哔啵啵哔哔啵啵的感觉，很像跳跳糖哦。很有趣耶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啦，拜。